大家好，看我又戴上了变態小手套，就知道我要干大事儿了啊！那这些年呢，托世界各地疼爱我的哥哥姐姐們的福，我吃了不少好東西。像昨天林大哥和海伦姐来 Vegas 呢，就給我送了2隻他們農場的野鴨。還有一大盒的番鴨蛋，那野鴨有一隻比較大一點的呢，我昨天已經給它清理好了，剁成塊，我過幾天準備把它炒了。這一隻小一點的野鴨，我今天準備拿它來熬一個湯。第一步，我們先給這鴨子做個美甲啊。這野鴨子昨天林大哥給我發信息說：“你們在Vegas嗎？”我說在呀，他說給你們送2隻野鴨子。我說野鴨子，他說是，他說他們農場的野鴨子再過幾天就飛走了，就是光吃好吃的，光找長期飯票，然後毛長齊了就飛走了，所以趁他們飛走之前，讓我嘗嘗這野味兒。也是林大哥養的，只不過這個品種是野鴨的品種，它這野鴨子特別小，但是林大哥說這個鴨子呢，濃縮的都是精華。非常的香，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湯。咱們用林大哥家農場的鴨子番鴨啊，還有各種鴨做過很多料理了，還沒有做過鴨湯，彌補一下上次那個烤鴨沒有喝到鴨湯的遺憾啊。我們今天來做這個野鴨湯，這一下這個 level 就上來了，有沒有？林大哥每次給我們的雞鴨呀，他都是把腸子給清理了，但是裡邊的內臟都沒有清理，所以我們要先去清理一下這個內臟裡邊的東西。我現在就是跟着林大哥混這麼多年，我對於這個雞鴨肚子裡的這個解剖學已經了解的非常了解了。像這個就是喉管就得把它拽出来，切大塊就行，因為我們要熬湯，但是也不能太大，因為我們還是要啃的。這珍貴的好東西，每一個肉都要給它啃乾淨。嗨，藍精靈，你們今天也有野鴨肉吃哦。來給大家看看它的內部，這它的肝、心、肺，這兩邊是肺，有沒有看到？然後這邊是它的胃，就這個。然后這個呢是要剪開它，因為它裡邊還有很多的食物。因為是個母鴨，裡邊還有好多的蛋、卵。好，我們現在去把它清洗乾淨，裡邊的這些內臟掏乾淨，清洗乾淨。我們現在這個鴨子已經清理乾淨了，我們把它剁成大塊。我們把它拿去再清洗一下，泡一下水。然後我们就開始製作我們的野鴨湯。我們這個鴨湯呢，我準備了薑片、陳皮，還有3片響螺來提鮮啊。那我們這個砂鍋呢，熱了以後，先來乾炒一下這個鴨子。已經是熱的鍋的情況下，我們把薑片還有鴨子下去，稍微的煸一下，就是空鍋煸一下這個。鋪平在砂鍋底下，給它稍微的煸一下，裡面是沒有油的喲。超級無敵期待！我從來沒有吃過野鴨子，大家有吃過野鴨子嗎？這是為什麼我要往裡放一塊陳皮？因為它的味道應該是比普通的鴨子味道要重一些。鴨子應該是比較寒的吧，所以這就為什麼有薑母鴨什麼的，就都要放很多很多的薑。我這裡面也放了很多的薑片。等我們這個鴨子在這個砂鍋裡面，它的水汽都炒乾以後，我們要往裡加足夠量的熱水，因為我們的這個鴨湯呢要燉2個小時。我們現在往裡加入滾燙的熱水。我們熱水加進去以後呢，我們就把響螺片還有陳皮放進去，然後給它燉煮1個半小時，然後再來往裡加其他的東西。那這1個半小時呢，我們來準備其他的菜。對了，我剛才忘記加林大哥千叮嚀萬囑咐的加點醋，我們就加白醋就好了啊。往裡加一丟丢的醋，也可以促進這個肉的軟化。人家都是酸蘿蔔老鴨湯，咱們沒有酸蘿蔔，咱用醋代替也行。
今天我们的主食吃发面饼，所以呢，这个和面机里面有300克的面粉，加了3克的酵母，还有一丢丢糖，还有一丢丢的盐。我们呢来给它揉成一个面团儿。好，我们和成一个面团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去室温来发酵。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杏鲍菇用空气炸锅的做法，又简单又好吃。那我们把它来切片，因为这个比较粗，所以我们给它切一半，然后再把它切片。像比较细的呢，就直接切成薄片就可以。蓝精灵，你是知道今天要吃鸭子，所以你发出一些鸭子的声音吗？哇，我们这个湯現在已經燉了1個半小時了，已經非常非常香了。我們現在要往裡加料啊！我準備了海帶、鷹嘴豆和羊肚菌。最近我特別喜歡海帶和鷹嘴豆的組合啊！我前幾天用它燉了個排骨，超級無敵好吃，比海帶燉黃豆要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試一下。我們把這些都倒進去，然後一起和這個野鴨湯再燉半個小時，我們就可以開飯了。現在這個麵團已經發起來，我們來做發面餅了。時間一切安排得剛剛好。剛才燉湯的那1個小時，我們還看了個電視劇。邪惡律師，泰國的一個電視劇，奈飛的。我們把它拿出來以後，稍微的揉一下，我們就可以把它擀成一個餅。這發面餅又好吃又好做。均勻的噴一層油，然後呢，我們要往上撒鹽、黑胡椒，還有蔥花，平均的撒點鹽，什麼鹽都行啊，就不用撒太多，因為我這個是蒜鹽，所以看起來渣兒比較多，但其實它並沒有很鹹。蒜鹽、普通的鹽都可以，然後往上撒點黑胡椒。然後再往上撒點蔥花。分布的稍微均勻一點以後呢，我們給它切幾刀，有助於把它包住。這邊切一刀，這邊切一刀，這邊切一刀，然後這邊切一刀。這樣以後呢，我們就把它往裡折，折一折，壓一壓，折一折，壓一壓。油起到分層的作用啊，那這樣每折一下呢，它就是一層，折一層壓一下，折一層壓一下，然後我們再把它滾過來，一層又一層，然後呢，我們就給它把這些邊兒啊封一下。其實封不封的，就稍微把這些邊兒捏一下就行。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餅的做法，稍微按壓一下，也可以給它擀一下啊。就是咱們家那個小鐵鍋，我要用它來烙的話，就是給它弄到它底兒多大，就給它擀到多大就行。這樣呢，我們把這個扣在這裡，我們去熱一下我們的鍋。好，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鐵鍋給它熱上。給它熱好以後，我們給它轉中火。熱鍋的過程當中呢，我們現在來把杏鮑菇片兒來放到氣炸鍋裡邊，我們就給它鋪平，鋪平以後呢，在上面噴油。這種杏鮑菇的做法真的非常好吃。我們原來杏鮑菇下的可慢了，現在杏鮑菇下的可快了。200攝氏度，400華氏度，我們烤它。每烤個5、6、7、8分鐘呢，我們就要晃一晃它，然後看看如果需要補油的話就補油。這個杏鮑菇烤得越乾越好吃，它就越有肉味兒。然後呢，我們現在這個鍋呢也熱得差不多了，我們給它轉成
小火以後，也給它噴上油。我們這個餅就把它鋪上來，然後再給它壓一下，填滿整個底部以後呢，我們上邊再噴一薄薄的一層油，把我們萬能的大同電鍋蓋兒蓋上。然後過個差不多3分鐘就給它翻面，然後我們的大同電鍋放入1杯的水，把我們珍貴的2個翻鴨蛋放進去，這鴨蛋巨好吃無比。不管是煮雞蛋、煮鴨蛋，跟大家學的底下放它这個蒸架，它就不會有那個黑點兒，特別好用。我們這個發面餅給它翻個面啊，嘿，好。再給它蓋上蓋兒，把另外一面也給它煎黃，好香啊！現在已經烤了7分鐘了，我們拿出來給它看一下，看它就突然間就變得很小很小，但是它現在呢還不夠好吃，因為它還不夠乾。然後也可以再噴一點油，也可以不噴，稍微的噴一點，然後再去气炸它。這邊我還拌了一個涼拌海蜇和黃瓜。我們給它盛出來，气炸鍋烤杏鮑菇就烤出來了，現在巨香無比。然後大約烤了不到15分鐘，然後拿出來以後呢，我們給它撒上香辣燒烤料，均勻的塗上，這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酒小菜。我們的发面餅也可以出鍋了，我們拿出來給它切一下。外邊這個脆皮啊，非常之脆。哦，這個餅太完美了 ！Oh my god， 太香了。然後我們的蛋也跳起來了，這一切这拿捏。好，我們的湯也已經熬完了，我們給它做一個簡單的調味兒，加點鹽，然後再來點兒。白胡椒，多多的白胡椒，我們就可以出鍋了。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晚餐：发面餅、醋泡花生、老醋折頭，還有我們的老鴨湯。哇，這老鴨湯金黃的，有沒有？然後還有非常珍貴的翻鴨蛋，這個是給狗狗提前拿出來要給他們吃的。鴨子，這個是下酒的杏鮑菇，因為都是厲害的下酒菜，所以富貴決定把剩下這一點兒金門高粱喝掉。感恩，謝謝林大哥，謝謝漢倫姐，讓我們有機會吃到野鴨和翻鴨蛋。來，我們開動，開吃，嘗嘗這個湯。南京林，等一下哈，你的那個肉已經給你晾出來了。哇，太好喝了，好鮮啊！我們來嘗一下這個腿兒吧，野鴨腿兒。這個肉非常的緊實。南京，你稍等，待會兒有你的吃。这个肉非常緊實，而且非常香。下酒的菜，這個就特別適合下酒。哎，我自己喝了啊。你自己喝吧。哇，這個野鴨子腿啊，非常的精華，就濃縮在這一個小腿裡。太香了，就又吃出了那種燉牛肉、滷牛肉的味道了。我們之前吃林大哥家農場的翻鴨做出來的那個味道，就是有點像滷牛肉，就特別香的那種肉味兒。可以的。我沒想到這個野鴨子這麼嫩，我以為它會很老。我們燉的這是2個小時，非常的好吃，而且感覺裡邊富含膠質，就吃的時候感覺有點糊嘴、粘嘴的那種感覺。你別看它小，那這個就特別適合下酒，因為肉不多，就是一口一點一點的吃。
真的太好吃了这個腿兒。然後這個肉特別有嚼頭，特別有嚼頭，但是又不是那種塞牙咬不動的嚼頭。給大家說一下這個翻鴨蛋哈，差點我就吃不上了，為啥呢？林大哥昨天就是現從農場給我掏的翻鴨蛋，然後我這不是前段時間自己孵小雞嘛，我說我也可以自己孵小鴨呀，然後我就把它們其中的幾個放到了孵化器裡邊。然後林大哥說：“你快嘗嘗這個翻鴨蛋，特別好吃。”因為林大哥說這個翻鴨蛋其實很珍貴，因為他小時候福建人是愛吃翻鴨的，他只見過翻鴨蛋，沒吃過翻鴨蛋，因為蛋都拿去孵小鴨子去了，所以他讓我嘗一嘗，看看味道有什麼不一樣。然後我就煮了一個翻鴨蛋，吃起來極香，巨香。它這個鴨蛋，那鴨蛋黃，它有一股就咱們那個醃的鹹鴨蛋裡邊的那個油脂的那個香味兒，根本就什麼都不用蘸，也不用任何的調料，就非常的香。然后我吃了一個以後，我就把所有的鴨蛋都從孵化器裡拿出来了，吃了吧，這麼珍貴，這麼好吃，我就別孵小鴨子了。吃了吧，它比雞蛋好吃多了。它比雞蛋好吃多了，好吃上百倍，吉祥无比。来，精灵，宝貝來，來。來吃個野鴨肝兒，好吃！你們兩個也跟着林大哥還有漢文姐過了好日子，是不是？來，再給你們吃個翻鴨蛋的蛋清，翻鴨蛋的蛋清，好吃吧？好吃哈！那你們還有好多肉呢，這個我待會兒給你們摘吧摘吧。現在上面有骨頭，我待會兒給你們摘吧摘吧啊！等着啊，寶貝乖乖啊，都是你們的。吃一下我們的千層發面餅啊，底下還是脆的。這個鴨湯就配這個發面餅，特別好吃，絕配。你還配米飯還不合適。鷹嘴豆在這個鴨湯裡面，鷹嘴豆我覺得比燉不管是燉豬腳啊，還是燉排骨，還是燉這種鴨湯，我覺得都比黃豆要好吃。因為它吃起來這口感更綿密，對，需要提前1天泡。鷹嘴豆大家可以試一下，很好吃。那鷹嘴豆的營養價值也非常高。太幸福了，这一頓飯。烤杏鲍菇，脆的，烤脆了就特別好吃，但是就是要一直去看着它，不要烤糊掉，因為它切得很薄。這個菜。上次我朋友來，這個吃的最多，太好吃了。海蜇也好吃。今天这個飯都喝酒，對不起這個菜。是吧？這個鴨湯太棒了。你看，第二天煮點麵。你又要煮點麵，別煮點麵了。真的。這就是大大的彌補了我們那天沒有吃到鴨架的湯。這個比那個鴨架的好吃，太好了。對，你這個是鴨的湯，人家是你那個是鴨架湯。哇，這個鴨子太鮮美了，我從來沒吃過野鴨，這鴨肉一點都不柴。所以我另外那一隻我炒的話，應該也會很好吃，因為我把它剁得很小，會很入味的。我們家最近還有一個什麼新鮮事兒呢？就是我們家那個蜂鳥餵食器，最近蜂鳥巨多，超級無敵多。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現在就是夏天快過了以後，就也沒有花了，所以呢，就是他們沒地兒吃東西了，就來我們蜂鳥餵食器了。而且我這次的蜂鳥就好像就是都是拖家帶口的，對，4、5隻的來，就是生完了，小鳥了，而且關鍵它一群來，就是藍精靈在外邊跑，我在外邊走，它也不怕。现在就好像就已经是我们家后院已经融合在就我们家这个后院这个环境里了。我原来是我晚上在外面的时候发现他们来了，后来我发现他们早上也来，然后他们现在上午也来，就除了中午、下午那会儿太阳特别强的时候他们不来。所以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蜂鸟最多的时候了。因为小鳥也長大了，對，就都一塊的，然後也沒有花了。你能很明顯的看見特別小的鳥，然後那個鳥大的鳥。等我翻翻我的蜂鳥餵食器那個 app 裡邊捕捉到有沒有特別可愛的，
蜂鳥再來和大家分享。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裡吧，愛你們，拜拜。